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，精神外科的医生父亲真实身份是代号黄昏的间谍，政府公务员的母亲背地里是代号睡美人的杀手，从孤儿院捡回来的女儿阿尼亚其实是读心超能力者。为了各自的利益，三个人组成了模拟家庭，互相隐瞒真实身份，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。自从上集的手榴弹求婚之后，月儿就搬来和黄昏同居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黄昏将两人的结婚时间改成了1年前。终于有个母亲的阿尼亚兴奋地带着月儿四处参观，月儿也耐心地对阿尼亚一一做出回应，毕竟俩人是假结婚，房间还是分开睡的。在月儿搬进来之前，黄昏和阿尼亚就已经把房间打扫出来了。虽然阿尼亚只负责打翻水桶添乱，以后这里就是月儿的家了。黄昏帮忙把东西搬进房间，准备慢慢等月儿收拾好自己过来处理纸箱。结果不到2秒钟，月儿已经用无人能及的手速全部收拾好了。见房间里摆放着月儿和弟弟的合照，黄昏打算等阿尼亚面试完毕之后就约小舅子见一面，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。阿尼亚溜进房间帮忙收拾，刚碰到箱子，月儿赶紧上来阻止，里面放的可是他的武器和能毒死大象的剧毒。阿尼亚惊呆了，他的母亲好危险。收拾好之后，黄昏烤了小甜饼和母女俩一起喝下午茶，随后开始进行一点学院的模拟面试。一点学院是国内顶尖的精英学院，面试时不仅是小孩，就连父母都是审查对象，家世的优劣以及品格的教养都是重要的一环。黄昏打扮成面试官，首先问阿尼亚姓名和家庭住址。阿尼亚一问三不知，问起节假日的娱乐活动，只有在家看电视。黄昏又问月儿报考一点学院的理由，结果月儿一个紧张听成了死亡理由，说了一大堆恐怖的死法。又问起教育方针，月儿回答先下手为强。心累的黄昏忍不住吐槽，亏得他弟弟能顺利长大，10余年间谍经验，至今完成过无数任务的最强间谍，头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，这样根本不可能通过面试，放弃入学算了。转念一想，他们这个家庭应该需要时间磨合，为了增加上流社会的见闻，黄昏决定全家出门逛街。女儿要和妈妈牵手，月儿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弟弟小时候的样子，他之前抱弟弟太用力，不小心折断了对方的2根肋骨。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心声，阿尼亚当场蹲在角落自闭，搞得刚刚还欣慰母女能融洽相处的黄昏一头雾水。第一站是陶冶情操的歌剧院，黄昏信心满满的朝旁一看，阿尼亚睡得不省人事，月儿憋得头冒蒸汽。第二站依旧是陶冶情操的美术馆，阿尼亚指着画大喊光溜溜，月儿对断头台一见钟情。阿尼亚跑到小朋友专区画自己的间谍爸爸、杀手妈妈，结果因为太抽象没人能看懂。接下来一家人前往裁缝店给月儿制定面试服，选颜色的时候，月儿偏爱黑色和红色，虽然其他颜色也很漂亮，但如果见到血的话就会很显眼。之后一家人又去了照相馆拍了合照。一点学院重视爱国教育，黄昏又带着老婆孩子去听政治家的演讲，周围的群众怨声载道，心声太过嘈杂，这让能读到心声的阿尼亚很快难受起来。黄昏只好抱着女儿远离人群。午餐的时候，阿尼亚完全不注重餐桌礼仪，月儿对锋利的餐刀情有独钟。资深间谍黄昏再一次感受到了挫败，果然他就不应该依靠他人，还不如他自己罗列出面试官可能会问的问题，让这俩人把答案背熟算了。见黄昏面色凝重，还不停的碎碎念，月儿主动提出了去散心。远离人群的郊区公园极大程度的缓解了黄昏的焦虑，阿尼亚也偏爱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。而就在这时，黄昏突然看到下方的街道上有人抢劫老婆婆，遇到当街抢劫怎么办？父亲带着女儿事不关己，母亲直接冲下护栏，大喊给我站住！然而等他追下去时，小偷已经不见了，黄昏也只好抱着阿尼亚跟了下去。小偷很明显是个老手，一瞬间就混入人群找不到了。见黄昏有些遗憾，阿尼亚主动发动了读心能力，在下方的人群中搜索。然而人群中的声音太过嘈杂，阿尼亚只听了一会儿就难受的流了鼻血。而就在此时，他听到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声音。阿尼亚伸手一指小偷路过的蛋糕店，表示自己想吃蛋糕。聪明的黄昏也正好顺着阿尼亚的手指发现了混入人群的小偷，将阿尼亚交给赶来的月儿之后，黄昏直接从桥上跳下，一把将小偷摁倒在地，吃牢饭去吧你！拜托围观群众报警后，黄昏带着老婆孩子将钱包还给了老婆婆。老婆婆高兴的感谢夫妻俩给她找回来给孙子买礼物的钱。看着因为被感谢而暗自高兴的黄昏，阿尼亚得出了父亲是傲娇的结论。今天发生的事已让黄昏收拾好了好好工作的心情，看着幸福美满的一家3口，老婆婆也欣慰的笑了。回到家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模拟面试，再问起娱乐活动，阿尼亚回答的非常棒。问起如果好朋友做了坏事怎么办，阿尼亚回答从上面跳下去打倒他，然后送他去吃牢饭。黄昏心累的让阿尼亚赶紧忘了这件事，结果被女儿一句好帅气夸得满脸通红。月儿端来了泡好的茶，好歹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，也算是有1%的进展了。